花开花落自有时，缘去缘来总有因。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像湖水一样清澈，阳光好得不得了。是夏季的中午，是最令人暴热的时间。来来往往的街路上有稀少的人群。此时，路旁有一位穿着粉蓝色长裙的女孩，披着一缕亮丽的黑发，弯弯的柳眉，明亮的大眼睛炯炯有神，秀挺的鼻子显得一张脸蛋十分清秀可爱，手里拿着各种大大小小的包裹，还有一盒精装的蛋糕，嘴角轻轻上扬，满意的一笑。已经3年没回来了，这里的一切都不同以往了，变化真的好大，怪不得妈妈说要司机来接我。还好绕过几条街，找到了这家老字号，看着手里的蛋糕，边走到边说：今天一定要给亲爱的妈妈一个大大的惊喜。一个紧急刹车，让车内的男人愤怒地叫喊：不长眼睛的丑女人，赶紧滚！夏晴儿手里的包一时间吓得掉落满地都是，急忙起来拾地上已破碎的蛋糕，伤心地看了看，嘴里嘟囔着：好不容易说服老板娘向她借用场地和材料，可以能让自己亲自动手制作一个爱心蛋糕，可惜就这样的被撞得破碎，完全没顾得上刚刚那愤怒的呐喊声，还不赶紧爬起来滚蛋！别等着我下车去请你，少玩这种把戏，3个数赶快从我面前滚开，否则让你从世永久消失！男人狠狠地说道。完全不顾那地上零散的包裹，夏晴儿这才慌过神来，一气儿呵成地说着：这位先生，你说话怎么这么不懂礼貌？明明是你闯红灯在前，我在人行路上走，压根儿就没有逾越，错本身不在于我。再说，明明是你要撞到我，连我的东西都撞碎了，我还没要你来赔。质问你，不好好赔礼道歉也罢，还这么理直气壮。我今天真是倒了霉，遇见你这个扫把星。霎时，车内门打开，一双黑又亮的皮鞋一步步地出现在夏晴儿的眼前，越走越近。她好奇地抬起头，望着他那光洁白皙的脸庞，透着棱角分明的冷峻，乌黑深邃的眼眸，有着迷人的色泽。好美的男子，好冷的一张脸，一时间看呆了。丑女人，把刚才说的话再重复一次。男子狠狠抓起夏晴儿的下巴说道。夏晴儿感觉像被人要捏碎了一样，赶紧使劲摇摇头，甩掉男人的手说：好话不说2遍，你上学的时候没有人教你吗？男子恶狠狠地瞪了他，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伎俩，说吧，想要多少钱？顺手从钱包里掏出一沓钞票，扔在夏晴儿的脸上。别再跟着我，别用这种把戏来诱惑我，想当上齐家的少奶奶，做梦去吧！一阵阵铃声响起，总裁，老爷回来了，叫您马上回去，好像有重要事情要说。知道了，简单的3个字结束了通话。还没等夏晴儿缓过神来，男子就转身离开了。夏晴儿愤怒地看着离去的奔驰，呐呐地说着：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狂妄自大，本小姐不是没见过，谁稀罕你的破钱？顺手满街扬空而去，叫喊着路边的人：捡钱啦，捡钱啦！还说我是丑女，回国的第1天遇见你，真是倒霉到家了。一时气儿起身拍了拍，呜，可惜了我的爱心蛋糕。这回惊喜变成惊吓了，没法拿回家了。又拿起包检查了下，还好准备了礼物。一栋200平的房子内，一位慈祥的老人手里拿着报纸，不停地翻阅着。旁边坐着一位面相和蔼的贵妇，手里拿着刀片正切苹果盘。门外铃声响起，管家祥妈走过大厅，一眼望去，高兴地转身叫道：老爷，
夫人，是小姐回来了，快开门！”夫人起身叫道：“爸妈，我回来了，有没有想女儿呀？我可想死你们了。妈生日快乐！这是在美国给你买的衣服，新上市的，你一会穿下看看合身不？”夏晴儿搂着母亲说着：“我的女儿越来越漂亮了，个子也长高了，身材也苗条了，也懂事了，都成大姑娘了。妈妈真为你感到高兴。”母亲微笑着：“爸，这是给你精选的钢笔，看看喜欢不？乖女儿，有这份心就够了。爸妈老了，你回来以后就别走了，有些事情该是你应当拿起来的时候了。爸爸身体也吃不消了。爸爸的公司……”还没等父亲说完，夏晴儿急忙打断：“爸，我刚回来，让我休息些日子嘛，工作的事情以后再说喽。今天是妈的生日，我们先不谈这个好不好？我都饿了，饭好了没呀？”嘻嘻，夏晴儿知道，这次毕业回家，爸妈一定不会让她再出国，而是让她管理公司。当初爸爸把她送到美国学管理的时候，就说过将来要接掌公司。可惜孰知道，她生来就对数字不开窍，有关数字的经济学全然不通。然而她却有一个好嗓子，这当然也是遗传妈妈的因素。在美国的3年里，她自作主张改到了音乐学院，练了一手好钢琴，9级科目已过，参加过不少演出，同时得了不少奖项。如今爸妈还不知道吃，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自己无声息地叹了一口气：“怎么了，宝贝？”夏母关心地问。“没事，我们快吃饭吧。”接着又道：“妈，我给你唱首歌吧，祝你永远健康长寿。”一首唯美的歌声响起，简单轻快，那美妙的歌声会让人沉醉。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投进了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全家人掌声鼓起：“这孩子和你当年一个样。”爸爸欣慰地笑了笑。全家人吃过晚饭，女儿搂起爸妈，吵起自己，喊了一声茄子，照了张幸福的全家福。“老爷，少爷回来了！”阿辉喊道。齐振宇走到父亲面前坐下，翘起二郎腿：“您找我有事？你这是什么态度？找你一天没个人影，怎么的还得我这年过半百的老头去公司亲自请你？说吧，什么事？我还很忙，一会儿还有个会议。”齐振宇面无表情地说道，拿出报纸扔到齐振宇面前：“你看看你这花边新闻，今天这个名模，明天那个千金，惹出多少事端，你就不能收收心儿？这样下去，亚天集团的股市一定会被直跌下去，中间钻空子的人数不胜数。”没等齐傲天话说完，齐振宇起身就要走：“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休怪我没提醒你，再这么胡闹下去，休怪我把俊华叫回来，让他接管公司，你自己掂量着。”齐傲天大喊。齐振宇扔下一句随便，拿起外套怒气地转身就出了门。铃铃铃！夏晴儿在床上伸出手向床头柜拿过手机，懒散地说了一句：“喂，臭晴儿，回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把姑奶奶我忘记了，是不是？”小芳，我想死你了。妈妈，昨天我妈过生日，就没来及打电话告诉你，本打算这2天就去找你妈，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打电话来了。不气哈，今天有空没有？我去找你吧。为了见我家的宝贝，这个时差就不到了。你在哪里工作？地址一会发我。夏晴儿急忙地说：“好的，一会在熊天酒吧见，今晚正好不用我值班，跟你好好聚聚。”说完急忙挂了电话。小芳是夏晴儿的发小，2人从小学一直上到了高中，2人好的就和亲姐妹一个样。可直到高考那年，小芳的父母得了肺癌，重病住院，需要庞大的费用，
父亲一时承担不起，无奈这下，小芳只好辍学回家打工。可事后没1年，母亲就去世了，直到今日都是和父亲相依为命。据说父亲整日喝酒，无事不做，偶尔心情不好时还上手打小芳。可怜的小芳，一天兼职好几份工作，辛苦地赚钱养家。当然，社会上的种种早已经磨练了这个年仅23岁的女孩。夏晴儿起来翻过衣柜，看了看天气预报，找了一件简单大方的淡粉色连衣裙，迅速地套在了身上，坐到梳妆前，顺手拿起一个粉色的头绳，随意地绑起了一个马尾辫，戴上了发夹，拿起唇彩，简单地擦了擦，对着镜子满意地笑了笑，拿起自己的手提包，打开房门，向楼梯下走去。妈，晚上我不在家吃饭了，约了小芳一起，好几年没见了，今晚聚聚，你当心点，早点回来。上哪呀？让司机送你去吧。不用了，我自己打车去就可以，我知道路。边说边穿起那小3公分的高跟鞋出了去。是的，夜班正是男男女女狂欢的时候，然而市中心的顶级熊天酒吧乃是高官子弟玩耍寻乐的地方，更是令人销魂的地方。据说这里的老板娘热情如火，美女如云，所以仅仅刚开1年的店已享有名气。夏晴儿从车上下来，向四周看了看，各式的名牌跑车，不禁一叹，还真都是大牌呀，怪不得小芳在这里干了这么久，一定工资很高的。说着拿起了电话，亲爱的，你在哪里呀？我到门口了。晴儿，你站内别动，我这就出去接你。小芳高兴地说着。晴儿、小芳2姐妹上前一抱，互相夸传着。哎呦，晴儿真是青春永驻哦，越来越漂亮，一定是人见人爱吧。小芳眯着一双丹凤眼，开玩笑地说。芳，瞧你说的，哪有那么夸张啊？我看你更是妩媚娇人了呢，看你穿的，这简直是黑色诱惑呀，我的大美女。晴儿上下打量着小芳，边说边笑着。虽说2人同岁，但是晴儿的天生丽质和与生俱来的气质，再加上可爱俏皮的脸蛋，看上去足以比小芳要小5岁。而小芳则是早已在这种环境下历练成了那种成熟妩媚，性格、地位早已有了区别。时过境迁，不得不承认，一个人的家庭背景与生活环境会给自己的命运造成了多大的影响。也许是命运的捉弄，也许是造化弄人。走进酒吧大厅内，小芳找了个靠窗户的位置，2个人坐了下来，倒了2杯鸡尾酒，递给晴儿。晴儿皱眉，芳，你什么时候学会喝酒了？你不会还没喝过吧？小芳惊讶地问。这种地方我是第一次来，要不是你在这里，我才不会来吃，你少喝点。喝酒伤身，晴儿心疼地说着。小芳不语，晴儿自然知道都是条件所逼迫的，要不小芳也不能这样，心里便心疼了起来。小芳一直以来都很要面子，由于家庭环境的因素，锻炼了她从小独立自主的性格，所以从不接受别的人帮助，自然她也不例外。所以几次想帮助她时，明明话到嘴边，硬是咽了回去，否则说出来她就会生气。正是聊得开心时，一位穿着妖艳的女人一扭一扭地走了过来。哎呦，这不是小芳吗？今天不是休班吗？怎么还到这来了？蓝燕儿是这熊天酒吧的老板，长相一般，但是有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嘴，还有一双会勾魂的眼睛，自然有名经常出入的大老板，个个都会和蓝燕儿塔上一边。燕姐，我这不是给你捧场来了，给你介绍下我的好朋友夏晴儿。您好。晴儿微微一笑，蓝燕儿简单的回个礼，妩媚的一笑，
眼神直盯着晴儿，似乎打着什么如意算盘。晴儿是那种阳光清纯的女孩，由于在国外的几年发展，虽说长相很平凡，但是骨子里总是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魅力，非比寻常的气质。小芳似乎看出了端倪，搂着晴儿说：“晴儿是我最好的姐妹，可是恒天建筑的董事长千金。”此话一出，蓝燕儿知道小芳是看穿了自己，顺手拿起了酒杯，敬了两人一杯，远远而去。转身走到了另一桌旁坐了下来，小芳拉着晴儿坐下，告诉她不用理会。像她这种人，只会想着自己的利益，不会考虑其他的，都不是些什么好人。突然转角处的一架白钢琴引起了夏晴儿的注意，只见一位穿着白色西装的男人缓缓地向那架白色的钢琴面前坐下，伸出那长长的手指在上面舞动着，神情看似悲伤，却又不失高贵，在那独自弹奏。晴儿闭眼聆听这优美的旋律，甚是一种享受。瞬间听着旋律，似乎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那是一种孤寂，更是一种凄凉，还有心里的痛苦，会让人感到悲伤。都说会弹钢琴的人身上都有一种能与灵魂沟通的感情器官，也是给予情感结合、抒发自己内心最好的一种乐器。这种体会，可能也只有真正会弹琴的人才能懂得。晴儿知道，这位男子他一定有故事。这时，小芳的手机响起，拿起手机，匆忙地说了几句话，跟晴儿说出去下，让她先在这坐着，一会就回来，然后就急忙走了出去。晴儿静静地听着钢琴声，坐了小会儿，见小芳还没有回来，便起身走到了钢琴面前。男人缓缓地抬头，晴儿看清了他的面容，弯弯的睫毛，一双单眼皮，小麦色的肤色，厚厚的嘴唇，再加上身上穿着这套白色的西装，简直就像是平常在梦中的白马王子，脸不自觉地红了起来。男人爽朗的声音让晴儿回过了神儿：“有事吗，小姐？”“没事，刚刚路过，听到你的琴声，不自觉地想跟你合奏一曲，不知道可以不？”晴儿不好意思地说。男子微笑着，没有任何言语，往旁边坐了坐。晴儿见对方同意后，也坐了下来，两双手在上面不停飞舞着，惟妙惟肖地舞动的。齐振宇这一天开完会，浑身疲惫，手扶下巴，皱着眉，若有所思地想着事情。秘书严严敲门，打断了这安静的空间。齐总，对于南海地区收购的那一片地，刚刚查明，恒天集团这2天也正参观此地。刚刚南海老总打电话谈到收购成分比例、价格区分等问题，目前咱们情况不太好，你去打听一下恒天集团的底细，我要详细资料，还有这几年恒天的案子。知道了。齐总严严随手关上门。000，什么是庞大的办公桌子上的手机响起？齐大总裁，这是又抽哪门子风呀？是不是最近欲求不满？要不要哥们带你去吃个饱？手机内的另一人喊着：“有事快说，有屁快放。”齐振天面无表情地说：“哥几个在熊天21号包间定了位置。”10钟后到，挂掉电话，转身走了出去。小芳此时正在熊天门外和一男子拉拉扯扯的，生气地喊着：“我白天刚给完你钱，这么快你就花没了，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芳，最后一次，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再也不赌了。这次别人坑，我出老千，这次真的完了，不还钱我就死定了。你一定要帮我，我答应你，这次过后我一定全都听你的。”男子哀求地说。“秦子阳，你说的话让我怎么相信呀？没一句是真的，我哪里有那么多钱呀？回家还得把钱给我爸，不给他，他就上来打我。
你又不是不知道，跟你在一起这几年，你关心过我吗？除了来找我要钱，就是要钱。我也是一个女人，是需要人保护，是需要人疼的。”小芳边哭边喊着。男子跪在地上方：“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从今以后好好工作，陪在你身边。可今天晚上要不把钱还上，他们一定会打死我的。你那么心疼我，一定不会不管我的，是不是，亲爱的芳？帮我这一次。”小芳跟秦子阳是在一家餐馆打工认识的，没过多长时间，秦子阳就开始追求小芳。但是那时候小芳没有心思用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也没有接受。后来由于家里的问题，秦子阳处处帮助他，也给了他不少的爱。时间一长久，小芳见秦子阳老实能干，也关系自己，便接受了秦子阳这几个月的追求。可谁也没想到，在一起的1年以后，秦子阳就换了工作。没事的时候就好玩，总是会去赌几把，赌赢的时候就会抽空找小芳去下个馆子，吃顿好的；输的时候就会好几天不来一次。一开始，小芳以为他是没钱了，所以不来找自己，以为他是好面子，也不好意思管自己借钱，心想两人已经是男女朋友了，也很关心自己。所以把生活费用中的1半都给了夏子阳。可他万万没想到，他上瘾成路，越陷越深，3天2头的来要钱。小芳哭着说：“子阳，不是我不帮你呀，我是真的没有这些钱，你让我怎么办呀？我每个月的工资就那么点，你不是知道，上哪里弄那么多钱？”秦子阳自然知道小芳不会不管他的，灵机一动，说着：“你的好朋友夏晴儿不是回来了吗？他爸可是地产公司的老总，这位千金小姐儿就在家说一句话的事，家里一定会给拿钱的。芳，你去找他帮忙，跟他说说，咱先和他借些，他一定不会不帮你的。你现在就进去找他。”“不可以，我跟晴儿好，从来都没向晴儿借过1分钱，我们是2个世界的人。现在能走在一起，当个贴心姐妹，就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让我去找他拿钱，说什么我也做不到，也张不开口。”小芳知道，如果晴儿知道自己遇到困难，一定会来帮助她的。可是她知道，2个人条件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她不愿张口。从小上学起和晴儿做朋友，小芳就不想让别人认为他是高攀，图着晴儿家里有钱才和他亲近的。所以这些年，凡是晴儿主动给小芳花钱、买衣服、送生日礼物等，小芳从来都不接受。同时，她也不希望以后会因为某些事情来伤害自己的自尊心和2人之间的友谊。坐在凳子上的晴儿和这位男子合奏完一曲之后，睁开眼睛，猛然想起小芳出去一会儿还没有回来吃，刚才太聚精会神了，都忘记了。这一看有些小坏儿了，心里有些担心了，不会出什么事了吧？焦急地起身要走，忘记了旁边的男子。晴儿刚刚踏步，便听到身后的叫声：“小姐，能否知道您的芳名？交个朋友，我叫周浩明。”“我叫夏晴儿，不好意思，我有点事，先出去下。你的名字我记下了。”夏晴儿调皮的一笑，急急忙忙地说完就跑。周浩明看着背影离去，夏晴儿刚刚走出门口，就看见了这一幕：小芳和一位看似神情比较颓废的男子拉拉扯扯。“芳，难道你就能眼睁睁看着我去送死吗？你一定不会舍得的，对吧？这次我是真的走投无路了，要不会这么求你的，帮帮我，否则我真的会被他们打死的。对了，你不是在这酒吧工作吗？这酒吧天天进出的都是身价上亿的老总，你去陪几杯酒，说不定能换来点小费，
这些钱对于他们有钱的人来说，一点也不算什么的。方，求你了，想想办法，要不我就毁了。此话一出，小芳的心凉了大半截。刚才还在心里想着办法，怎么样才能筹到这笔巨大的金额，可没想到，跟子阳在一起3年，居然能说出这么伤人的话，心儿都碎了。夏晴儿愣愣的，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位男子究竟和方是什么关系？这不明摆着让方去卖身吗？晴儿看着小芳哭得跟泪人似的，顿时脸色变了，远远地喊了一声方。小芳一听是夏晴儿的声音，立刻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泪水，咽了咽口气，恢复平静地说：“你怎么出来了？”晴儿，其实她不知道，晴儿早已经站在她身后多时，所有的这一幕，她都看在了眼里。看着小芳还若无其事的样子，她知道那是刻意伪装出来的没事，但是她却疼在心里，真真切切地为她感觉到不值。小芳，看你这么久没回来，担心你了，所以出来看看。怎么了你？眼睛红红的，是不是被人欺负？晴儿边说着边斜眼瞪了一眼秦子阳。谁知秦子阳一听到小芳喊他晴儿，那一定就是他口中的那个好朋友夏晴儿了。眼珠子一转，转身走到了夏晴儿面前，一手搭在了小芳的肩头，一手伸出向夏晴儿介绍：“你是夏晴儿吧？时常听方说起你，总在我面前念叨你们小时候的事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我叫秦子阳，是方的男朋友，很高兴认识你。”然后宠溺地看了小芳一眼，暧昧地笑了笑。小芳自然不想让晴儿知道太多，也给足了夏子阳的面子，嘴角硬生生地扯了一个笑容。晴儿看着秦子阳那虚伪的面容，心想：都说女人变脸比翻书还快，今日一见，男的也不例外。刚刚还在和芳儿冷冷地吵架，这会一下就多云转晴。看着那仍在半空中的手，晴儿没有理会，转向旁边的小芳，拉扯到自己跟前儿：“怎么了，芳？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晴儿关心地说：“没事，晴儿，真的没事。你先进去吧，我们俩说完一会儿就过去了。”小芳慌忙地说着。秦子阳一听小芳此话一出，急忙地拉过小芳挡在面前说：“芳，你就和晴儿说实话吧，晴儿听了不会不帮忙的，是吧，晴儿？”小芳气急了说：“秦子阳，我告诉你，晴儿没有钱，就算有，我也不会让她给你。今天就别想你那花花肠子了，我们到此结束，以后你也别来找我，我没有钱，1分钱也没有。”小芳最后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晴儿看着小芳伤心难过的脸，急忙地往酒吧里跑去。不一会儿，拿着手提包出来，从那新款的高 V 包里抽一张绿卡，对着秦子阳说：“这张卡里有20万，密码是154112。不管你是干什么用的，以后再遇到麻烦，别来再为难小芳。”顺手就要递给他。小芳见到晴儿要给秦子阳钱，连忙的抢过来，握住手里，跟晴儿说：“不能给他家，给他又拿去赌了。晴儿，你拿回来，这个钱我们不要。”边说着边往晴儿手里送，推着晴儿进入酒吧。秦子阳看着情况不妙，到手的钱马上就要飞了，一把扯过小芳，力道过大，一不小心小芳跌倒在地上，吃力的痛让小芳爬不起来。晴儿看见连忙过去，把卡扔给秦子阳：“拿着钱赶紧走吧，别再欺负小芳了。”小芳利落的起来，扯着秦子阳抢手里的卡，两个撕撕拉拉的时候，一步碰到了旁过的晴儿。晴儿身子一阵眩晕旋转，即将跌倒在道边的马路沿上时，
正好跌倒进了一位刚刚打开出门、刚站起来却还没来及关上车门的男士怀里。齐振宇冷冷地看着怀里的女人，突然一阵风吹过，鼻前飘过一股淡淡的清香。虽说不比他平日怀里的那些名模身上浓烈的香水味，但是这种香感觉是那种与生俱来的味道，轻轻的、淡淡的，仿佛能让人静下心来，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瞬间就没有了。对不起，先生，我不是有意的。夏晴儿抬起头说，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盯着眼前的男士，这个犀利的眼神，还有这个熟悉的面孔，似乎在哪里见过，脑海中一闪而过，顺口说了句扫把星，慌忙的起了身。夏晴儿始终没有忘记这个可恶的男人，那天把他撞到在马路上，人生中第一次有喊她丑女人的男人，也是第一次有人拿钱侮辱她的人。倔强的眼神瞪着齐振宇，齐振宇自然没有想起来昨天发生的事情，或许他早已忘记了昨天那个丑女人，又或许今天太累的缘故。在闻到这股清新的味道之后，神经一下子松弛了开，一把抓住夏晴儿说：“你刚刚说什么？”吃痛的夏晴儿完全没有防备，又一次倒在了齐振宇的怀里。我说你是扫把星，遇见你就没有好事，离我远点。齐振宇皱着眉头，仔细地瞧了她一眼，好清秀的女孩，白嫩的皮肤，明亮的眼睛一闪一闪的，小巧的瓜子脸，樱桃小嘴，虽说比不上她那些往日里的女伴，也称不上是倾国倾城，但是身上却有一种独有的气质，有些异样的感觉。夏晴儿的话一出，齐振宇自然想起了昨天发生的一切，立刻恢复那冷酷的表情。哦，丑女人，怎么我到哪里，你到哪里？故意做的安排。要是真这么想当我的女人，那今晚我就如了你的心意。边说着边用手摸向夏晴儿的脸颊。夏晴儿被齐振宇的接触吓得一阵冷汗，尤其是那阴冷的容颜。片刻而后面传来一位熟悉的叫声：“夏晴儿！”夏晴儿一激灵，随着喊道：“我在这里。”转过头，看见周浩明走过来，晴儿推开了齐振宇，走到周浩明旁问着：“你怎么出来了？刚刚看见你匆匆忙忙地拿着包就往外跑，担心你，所以就出来看下你在不在。”周浩明温柔地说着，夏晴儿心里一阵暖乎乎的。没想到刚和周浩明认识连10分钟都不到，竟然还关心着自己，真是一位心细的男人。两个互相看了看，可这一切都让身旁的齐振宇看在了眼里。看了眼周浩明，关上车门，朝酒吧内走去。周浩明看着这位气势不凡的男人，知道是一位不好惹的种。虽然不清楚夏晴儿和他是什么关系，但是刚在屋子内听到晴儿和他说话的声音，太像他那刚刚因心脏病离去3个月的女友柔儿，让他有一种惊喜，以为柔儿根本没死。可见到夏晴儿飞快地跑出去时，心里莫名的担心，甚至害怕失去，随后就跟着出来了。可刚才的对话，感觉夏晴儿并不讨厌他，心里也莫名的开心起来。对不起，晴儿，卡被子杨拿走了，等我有了钱，一定还你。小芳拉起晴儿的手说：“芳，不用的，我们之间不用算得这么清楚。这几年我在国外演出也赚了不少小费，还好攒了些零用钱，反正我现在也不用。正好你有困难，我帮助你是应该的，看着你这样，我怪心疼的。”晴儿安慰地说。周浩明故意嗯了一声，开口说：“外面有风，我们进屋说吧。”小芳看到周浩明时满脸的惊讶，手挽过晴儿的手臂，边走边看晴儿的脸，狐疑上下，表示很怀疑的眼神。这小丫头，趁我不在，这么快就和外人混熟了。
走进屋子里，找了位置坐下来。三个人互相介绍了下，原来周浩明是今晚蓝燕儿新请来的钢琴手，今天是第一天上班，难怪他以前没有见过他，这回好了，两个人继承了同事，自然也熟悉了起来。三个人说说笑笑的同时，殊不知楼上有一双冷厉的眼神死死地盯过这一角，只是没有注意到，陷入爱情里的小芳早已无法自拔，经过了秦子阳的伤害，只能用酒精来麻醉自己。晴儿想去安慰，一时又不知说什么好，反而让小芳更加难过，只好静静地坐在身旁陪伴她，默默地守护在她的身边，同时跟周浩明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几杯酒下去，小芳有些醉意，周浩明也主动帮着晴儿一起送小芳回了家，然后又把自己送到家门口，道过谢走了。回到家后，晴儿洗完澡，懒懒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回想这一天突然起来的事情，不知道是因为那个恶魔，还是因小芳的事情，总之辗转反侧，久久难眠，不禁叹息，岁月是一种双刃剑，有时候会将伤口拉长，有时候又会将伤口愈合，不知道芳什么时候才能将这些伤痕复合。夏晴儿躺在床上美滋滋地笑着，樱桃大的小嘴不停地在舞动着，突然被房屋中的叫喊声在梦惊醒，用手揉揉还在迷糊的眼睛，穿起睡衣外往门外走去。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么吵，不会爸妈吵架了吧？突然，晴儿在楼梯拐弯处听到什么有关楼房倒塌、坠楼事件、股市下降等敏感词汇，她瞪大了双眼，停下了脚步，看到爸爸拿着电话边走边不停地说着，一定要查到事情的原因，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还是伤者的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汇报给我，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安抚好伤者的家属，各个方面想得周全一些。还有，把所有的消息全面封锁，不得留半点风声，要是再有什么事情，记得第一时间通知我。夏恒远怒气地说完，扔掉手机，坐在了沙发上，手捂着胸口，不停地喘着。王美熙看到丈夫不对劲，赶紧喊管家祥妈拿医药箱。晴儿意识下的边喊边跑：“妈，爸怎么了？”王美熙看到女儿也跑过来了，哽咽地说：“没事，你爸就是心脏病犯了，别担心。”祥妈急忙地走过来，把药递给了夫人，倒了杯水。夏恒远咽了下去，慢慢地缓了过来，望着王美熙一眼之后，又拉起夏晴儿的手说：“害你们娘俩担心了，我没事了，一会就好了。”过后，等女儿走了后，又望了眼王美熙：“你吩咐下去，让家里人出门都小心点。这次事件有些蹊跷，我感觉有些应该是有人在做了手脚，要不也不会这样巧合的在我们施工的时候发生意外。这件事情我一点点深入调查，不过你们娘俩放心，我不会这么容易被打败的。”王美熙叹了口气，她心里明白，恒远是安慰他们，同时也是在安抚自己，少让自己担心受怕。跟夏恒远在一起的这几年里，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忙里忙外，到处拉单子，就是为了壮大公司业务，也是为了证明他一定行。当初自己选择他是对的，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亲自出马，可能也惹了不少人眼红，一不小心得罪了什么人。这次楼房倒塌事件很可能是被谁给陷害了。齐振宇两手抱肩，皱着眉头站在窗前，看着窗外来来往往的人群，他的心是孤寂的。即使身边从来不缺女友，但是也没有一位真正能走进他内心的女人，因为女人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件工具，
一个玩物而已，一切也都只是逢场作戏罢了。看着桌上的台历，今天是周日，本该是他该回家的日子，可他宁愿用工作来麻醉自己，也不愿意回家吃团圆饭。10年了，对于母亲的死，仍旧耿耿于怀，从来没有卸下对父亲的仇恨。为了帮母亲报仇，这10年来，他苦苦逼迫自己做出一片天地，日夜劳累拼搏。如今已在各地区发展了不少分公司。无人不知，齐氏集团的头是一位心狠手辣、冷血无情的人物。因为他知道，一定要让自己强大起来，才能在这个家有地位。此时，他清楚地明白，那一家3口人正在吃团圆饭。那个口口声声说爱妈妈的男人，已经怀里抱着另一位家人了。他恨他夺走了原本属于他的一切。从进公司那天起，他就发誓，终有一天会把这个女人赶出家门，也让那个女人尝一尝失去的滋味。他封闭内心，所以他拼命地展示自己的才能，拥有自己雄厚的力量。一阵敲门声打破齐振宇的心事。请进，齐总，这是恒天集团的所有资料，您请过目。最近有关恒天集团还有一则重大新闻。据报道，恒天为了拿下这块地，新盖的大厦建筑2楼楼板掉落，正好有1名工人当场摔落，具体伤亡情况还不清楚。目前公司已封锁所有信息，查明一下原因，别打草惊蛇。另外，帮我预约南海老总。齐振宇没有任何表情地说。秘书点了点头，退出了房间。过了2天，齐振宇与南海老板顾明预约在红星饭店面谈合作的问题。没想到，南海的老板老奸巨猾，为了自己得到丰厚的资金，同时也预约了恒天集团总裁，一起谈股份提成部分。他知道，对于一个小有名气的公司来说，尤其恒天集团内部目前的情况，他心有成竹，所提出的任何条件，他们都有接受的可能。夏恒远需要这块地拉拢股东们的心，以求资金周转。当然，他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而齐氏集团虽说是10大上市公司，但是对于他这么一个小不起眼的股东来说，不可能投入过大资金。况且南边的内地虽说质量好，也说不准过几年发展会有什么更变，他们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只可惜他小看了齐振宇。顾老板，您好，很冒昧的这么着急就约您出来，我带着上次咱们谈的合同问题，以拟好合作计划，您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提到，只要您满意，我们定全力协助。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签约。夏恒远心急切地说完，也没来及抬头看另一边的齐振宇，生怕事情有变。夏总裁似乎太心急了些吧？您不看看今天还有人在场，怎么就这么自断主张？怎么知道顾老板就可以和您签约呢？齐振宇不声不慢地说着，甚至都没有抬头看一眼夏恒远。夏恒远看到齐振宇那没有任何表情的容颜，尤其今天齐振宇还戴着一个宽大的墨镜，没有看清对来的来历，上下打量一番，心里估摸着也就近30的年龄，应该是家小公司，便没太在意。顾明心存侥机地说：“今天约2位老板来呢，自然是想说这合作问题。我知道这块地大家都有看好。”而实际上我是不想贩卖这片土地的，因为这个地方有我的辛酸，也是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不得不卖。自然股份这方面不怕你们笑话，我是想能够入股，接着能进行这片土地规划。齐振宇起身笑了笑，既然这样，那我就先失陪了。2位慢慢聊，临走的时候拍了拍夏恒远的肩膀，阴冷着眼神说：“后会有期。”齐振宇打开车门，
随手打开手机，按了几个键。我要明天报纸头条：恒天集团坠楼事件，瞒天过海。说完，把手机扔在一旁，随口念道：我齐振宇想要的，谁也不能拿走。晚饭过后，夏恒远从外面刚回来，王美熙接过衣服问道：谈得怎么样？合同签了吗？夏恒远乐呵呵地笑道：明天就准备签约了，放心吧，只要这地下来，资金就周转开了，这事就会过去，封锁的消息自然也会消灭。王美熙听了，一颗心终于落了下来。两人一起进了卧室，夏晴儿打开电脑，突然头像一闪，看到是周浩明邀约他明天上酒吧听他独创的新曲。晴儿一心想着钢琴演奏，速度回了句好啊。两人随便说了几句便下了线。周浩明微笑着看着他白天在家提笔创造的曲子《遇见你》，心里满是开心，迫不及待地等待明天的到来。晴儿拿起手机给小芳打了过去：芳，明天你白天有事吗？怎么了？周浩明刚刚约我明天酒吧见面吃，说他创造了一首曲子，要我去听下，你要有空陪我背，自己去有点。晴儿小声的点。小芳在电话的另一头哈哈地笑起来：晴儿，周浩明是不是喜欢上你了呀？不过话说过来呀，我俩在单位接触的这几次，还发现他很不错的，说话斯文，挺会照顾人的，你要不考虑下？晴儿听了小芳的话，数落了小芳一番，害羞地挂了电话。没有恋爱过的晴儿，不了解男女之间的感情，而那些对于她有好感的男生来说，她都是当成好朋友一样对待，从没有心思往外去想。尤其看到了芳的事情，更是打心底也不想陷入感情的世界。今天天气貌似不太好，满天乌云遮住了往日里的蓝天。夏晴儿上身穿了件黑白条衬衫，下身穿了条牛仔裤，披着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看上去格外美丽，与往常的装扮看上去多了份成熟。再次来到熊天酒吧，小芳正好拿着酒杯在忙活，看见了我，放下了手里的活，给周浩明打了个电话。周浩明从楼上下来，一眼就看到了晴儿：你今天真漂亮。谢谢。小芳被同事喊了过去，此里就剩下周浩明和晴儿。周浩明把她安排到一个离自己不远的地方，给晴儿叫了一杯果汁，自己则走到钢琴面前坐了下来，闭上眼睛弹奏起来。由于今天天气的关系，外面下起了淅沥沥的小雨，夏恒远感觉胸闷烦躁，准备上公司去准备一下，下午好和南海签约。正穿起外套往外走时，管家祥嫂从外面回来，拿着今天的报纸。今天报纸来了吗？是的，老爷。说着就把报纸递给了夏恒远。夏恒远坐上了车里，拿起报纸翻了翻，几行大字扎入他的眼：恒天集团坠楼事件将瞒天过海。顿时胸口疼痛，血压升高，几乎说不出话来。这时手机铃声响起，正在颤颤地拿出电话，刚接听了起来，没过几秒钟，随后就晕倒在了车座上。司机小王从车镜上看到情况不好，急忙转头调往医院的路。此时王美熙坐在客厅喝着咖啡，无聊地打开了电视机，一头条报道引入她的视线。他看着电视机里的女主播不停地说，直到昨天起，恒天集团的董事成员才知道前天所发生的事情，而医院伤者仍在抢救，目前没有任何苏醒的迹象，伤者家属也不知去向。对于此事件已过2天的时间，没有任何消息。难道恒天集团内在人为，故意隐瞒真相？究竟有何内幕？接下来股市情况。王美熙听到之后，急忙在的找电话，突然电话响起，
他迅速地接了起来：“夫人，董事长情况危机，正在人民医院3楼401重护病房，现在在抢救。”王美熙听到电话另一头的话之后，电话瞬间落地，十分焦急地往医院跑去。他知道这突如其来的噩耗，老爷一定是知道了。到底怎么回事？出去时候不是好好的吗？怎么会这么严重？王美熙质问着小王，并让他不得透露半点消失。夫人，董事长他看到报纸后就晕倒了，随后打电话给王继东，告诉他事情的缘由，让王继东回公司开个董事会。他知道公司上下一定乱了套，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安抚董事会成员。王继东和夏恒远是哥们，也是股份成员之一，两人一起打拼多年。这位老战友总是在夏恒远最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自然，王美熙知道，王继东知道后一定会出来主持大局，因为他占有一部分的股份，公司股份下跌，他也会遭到牵连。而他只是一位全职太太，公司大大小小的事情他从不过目，很多东西根本也不清楚。偶尔夏恒远业务上的事情会在家里说上一嘴，或者忙的时候文件会带到家里来看，所以他有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也会略知一二。虽然王美熙知道这件事情已经被夏恒远把消息全部封锁住了，当天施工的工人也已全部调遣，可如今又闹得沸沸扬扬，非同小可。也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眼前和南方还有一项目，今日签约，千万不能在这节骨眼上出差错了。而目前唯一能够帮助他的也只有王继东了。透过窗户看着夏恒远在抢救室里急救，心电图在上下起伏着，王美熙万分担心，脸上沾满了泪水。夏晴儿静静地听着优美的旋律，她听出了这首曲子韵味，仿佛在表达一位天上降临的天使来到人间，正好被一位孤独的男子遇见，从此对公主一往情深，甚至想进一步交往。但是男子并不敢于表达，内心狂乱的，有着种种的理由，更担心表白之后会产生距离。夏晴儿心慌乱了，明白了今天叫他来的目的。看到周浩明弹完琴，缓缓地向他招手，慢慢地走了过来。他故作镇定，谱子不错，故事很唯美。夏晴儿喝了口果汁说：“周浩明刚要开口，我就被跑过来的小芳打断了接下来要说的话。晴儿，不好了，你家出事了，你快去人民医院，你爸在抢救，再晚来不及了，你电话打不通，你家人打到我这里来了。”小芳语无伦次地说着。晴儿一听，手里的果汁瞬间落地，拿起包，翻开手机，才发现手机没电了。晴儿慌忙地跑出门外，看着外面下起了淅沥沥的小雨，情急之下一时还拦不到车，于是边跑边哭着，心里想着没事的，没事的，爸爸一定会平安无事的。1个小时过后，急救室的灯顿时灭了，医生走了出来，正站在一角的王美熙看到，哭着上前抓住医生问：“我先生怎么样了？”医生无奈地摇了摇头：“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你们进去看他最后一眼吧。”王美熙听到，瞬间感觉天塌了下来，她飞快地跑到病床前：“老爷，你怎么可以这样，扔下我不管事？你要我怎么办呀？这么些年，大事小事我们都一起挺了过来。”王美熙握住夏恒的手，痛哭着。夏恒元手反应了一下，嘴动了动，好像要说什么。王美熙看到，把氧气罩拿了下来：“别哭，我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晴儿在美国住的那套房子，我已经买了下来。你们娘俩要是不愿意在这待着，就都搬走吧。”美熙对不起。夏恒远说完，手缓缓地滑落了下来，
闭上了眼。爸，你怎么了？我是晴儿，你醒醒，睁开眼睛看看我呀！我是晴儿。夏晴儿穿着一身刚刚被淋湿的衣服跑到病房，趴在床着，边哭着边喊着。夏恒远知道晴儿打小不喜欢做经营管理，天生有着一副和她妈妈一样的好嗓子。和王美熙在一起之后，他就放弃了他的音乐梦想，生下了晴儿这个乖巧懂事的孩子，这是上天赐给他的礼物。而晴儿打小热衷于音乐，可能这就是遗传基因吧。在美国私自改了专业，其实他心里都明白，晴儿根本无心回来，之所以让他毕业回来，是想带着他一点点地投入公司里来，让他慢慢接受。如果真的实在不行，再让他继续出国深造。所以把美国的那套房子买了下来，以防备用。夏晴儿没有想到，刚回来不到1星期，甚至还来得及好好跟爸爸亲热，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走了。他语无伦次的悲痛地在那摇晃着：“爸，你醒醒呀！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再也不走了。我跟你一起进公司，我一定好好学习，跟你一起管理企业。爸，你给我一次机会呀！爸爸，你醒醒呀！”一时间晕倒在地。待夏晴儿醒来之后，已经是第2天的早上了。她睁开眼睛，看到祥嫂在她身旁，坐在椅子上。“我怎么会在这？”她微弱地说。“小姐，你终于醒了。医生说你回淋雨太长时间已感冒了，再加上悲伤过度，所以……”祥嫂哽咽着。对于这个管家，是一次在路边，老爷和夫人看到他无家可归，正好夫人也快生了，需要人照顾，心地善良的他们就收留了他。就这样，他来到了夏家，一晃如今已有20多年了。老爷夫人对他一直不薄，所以他对他们一直都是感恩着。看到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心里自然也不好受，留在医院里细心地照顾小姐。夏晴儿搂着祥嫂哭着：“小姐，老爷已走了，我们心里谁也不好受，但是你要接受这个事实，谁也改变不。你要节哀呀，更不能把自己伤垮了。你要是再有点事，夫人怎么办呀？她现在已经1天没吃东西了，大大小小的事情还需要你去办呢。”祥嫂安慰地说：“这2天雨一直没有停过，天空灰蒙蒙一片，老天爷也在哭，也在为爸爸感到伤心。所有人都来送爸爸，站在爸爸的坟墓前，看到爸爸那微笑的神情，仿佛这一切都在眼前，这么真实，不是梦。”齐振宇这1天都没有离开公司，看了看手表，好像在等待什么人。而外面稀里哗啦的雨声丝毫没有影响到他此时高兴的心情。“您好，我找你们齐总有事，麻烦帮通报一下。”顾明听到夏恒远过世的事情之后，立刻来找齐振宇：“总裁，有位称顾明的先生要找你。”门卫秘书打了内部电话通传，让他直接来我办公室。齐振宇嘴角一斜，因为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齐总，我今天来是跟您道歉的，那天的事情实在不好意思，不知道齐总还是否愿意签下我的合约呢？”顾明直截了当地说。齐振宇冷笑了笑：“顾经理，我怎么听不大明白你的意思？那天的时候确实是我考虑不周，这回齐总发句话，我这也是着急了，才来找您的。这样，我指出我原来的部分。至于你来管理这事，我不认同。既然我买了，就是我的，以后这地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我唯一的要求。同意现在就可以签。”齐振宇毫不留情面地说：“那好吧，我同意，今天就签吧。”顾明生怕再有意外，所以出门前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把合同递给齐振宇。齐振宇看了看，拿起笔在上面签到了自己的名字。一切全部完毕，顾明先走了。齐振宇心想着，
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太太，董事们听说了这些事情，大部分退股了，而且目前公司股市一直下跌，公司部分员工都要走，仓库的里的一些货到今还无法完成，对方合同要求违约金1000万，现在资金短缺，加上赔偿部分费用，一共得有2000万的填口。关于夏董生前谈的那笔生意，我们已经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了。王继东跟王美熙说了实情，公司不是有部分存款吗？怎么会资金短缺呢？王美熙震惊地说着，她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会是这么一大笔钱。因为夏董在世时，把公司部分资金都投入这个工程上，谁也没想到会出现这么一坠楼事件。他又把自己的基金全部卖掉，当了封口费用，留的最后一笔钱就是跟南海地签约了。可万万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今天这个局面。公司还有仓库的货没有供完，这个违约金就要赔偿。现在就把公司所有的股份拿出来，再加上我的股份，也还差1000万吃。王继东痛苦着说。王美熙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夏恒远临终前告诉他美国房子的事情。原来他知道公司目前的状况，为什么这么着急和南海签约这地。如果一旦有一天会出事，他早已安排好了一切，就是让他们母女俩去美国避难，给他们安排了住所。可他哪知道，他这一走，扔下他们母女俩要怎么承受吃？把现在的这个房子卖掉也不够啊！这么一大烂摊子，尤其面临公司破产，这简直是他一个小小富人无法承受了的压力。还有一件事，太太，关于这次事件的传闻，也查出是谁走漏的风声了。是谁？是有一个叫做《风华日报》的记者报道的。据说他是骑士集团的人。骑士集团，是的，骑士集团这几年人资历员都有不小的成就。据说他们的老董事长一直把公司交给自己的大儿子掌管，而这位骑士大少能力非常强，仅仅2年时间就已在各地开展不少分公司，外地的一些企业也收购不少。还有一件事，不知道是不是蹊跷，前段时间他和夏董一起约见的南海老板谈论这地的事，但是当里好像南海老板已和夏董谈好了合约条件，待第2天去签约的时候，就发生了接下来的事情了。现在2家公司已正式签约完毕了，不知道这里面究竟是不是骑士做的鬼，但是现在证据不足，也不能妄自下结论。王继东一五一十地把这几天打听到的消息告诉了王美熙。夏晴儿手捂着嘴，她从头到尾都听见了。爸爸公司马上面临破产了，现在还有一些外债，而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骑士集团间接害死的爸爸。要不是他们背地搞鬼，爸爸不会因心脏病复发。骑士集团，单纯的晴儿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背后的真正阴谋到底是什么。人心险恶这些词，他还没有真正的领略到，只是不敢相信，所真真切切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原来背后都是有人陷害的，甚至是被人设计的。然而脑海中也记下了这个陌生的名字，究竟这些事情是不是骑士做的？跟他们有没有关系？究竟是何人要来害爸爸？晴儿擦了擦眼泪，下定决心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好要一个真相。晚上，王美熙走到女儿床前坐了下来，握着女儿的手，跟她说起了她爸爸在美国买房子的事情，还有公司面临的情况。为了先把目前的公司债务还上，不得不把美国的房子卖掉，同时也争取女儿的同意。夏晴儿早已知道了一切。妈，你放心吧，我想好了，我不会再让你担心了。我们就把这2套房子都卖了吧。
然后我们买一栋小点的房子先住下。以后我养你，不会让你再担心了。总有一天，我会再把爸爸的公司开起来的。”王美熙听到女儿说的这些话，感动得流出了眼泪。你打算放弃你的音乐梦想了？妈，这2天我想了好多，爸爸一心经营的公司就这么没了。我一定能不让爸失望，让他在九泉之下安心。不会的，我可以好好学，明天我就出去找工作。一时间，母女俩抱着痛哭了起来。夏晴儿一夜之间突然长大了，所有的心思都放到了工作上面，每天不停地翻阅资料，看着各个有关房地产的事，也开始注重起看新闻。这一天，他把这几年所有买的名牌包包，还有过生日的礼物，都大大小小的包起来，拿到典当铺当掉。小芳帮着他也找了间房子，虽说简陋些，但是东西齐全，看着也挺温馨的。他把妈妈接了进来，之后把自己家的别墅抵押了出去。走出门口，不舍得看了看，总有一天我还会回来的，心里暗自下了决心。晴儿，这张卡儿你拿着，里面有5万块钱，虽说不多，但也能应急。之前欠你的钱，我会尽快想办法还你的。小芳知道晴儿家里现在的困难，她知道自己微不足道，那点钱对她来说根本没什么用处，但是她目前能做的也只能是这样，只能在身边一直默默地支持她。芳，你这钱你拿回去吧，我手里还有些，够现在用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大小姐了，生活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了，我得慢慢学着习惯，你这样会惯坏的。夏晴儿知道小芳根本没什么钱，她怎么可能拿她的钱吃，便开玩笑地说着，都没有多少钱，再说我还欠着你钱吃，我该想办法把钱还上，你要是在这收，我就真的生气了。小芳生气地嘟囔着，晴儿再不好拒绝，就把卡放到了包里。小姐，祥嫂，你怎么还没走呢？是钱不够吗？晴儿小心地说着，她把家里的佣人全部发放工资给辞退了。她知道目前情况已无能力再付这些生活开销了。不是，小姐，我是想说，让我留下来继续照顾你和夫人吧。我知道家里现在情况，以前夫人和老爷对我不薄，现在正是有难的时候，正是我回报你们的时候，让我好好照顾你们俩。我不求工资，只要有个地方睡觉，有口饭吃就成了。祥嫂诚恳地说。晴儿听了甚是感动，说着谢谢。几个人一起回到了新住所。连下着几天的小雨，今天天气终于多云转晴，万物也都苏醒了，正如夏晴儿的名字一样，晴朗。此时晴儿开心不起来，坐在咖啡馆，手里不停地翻阅报纸，在四处找合适自己的工作。小芳和周浩明一起约了晴儿在咖啡馆见面，刚走到大厅，就看到拐角处靠窗边坐着的女生，手里拿着笔，不停地在那里画着。2个人走了过去，坐了下来。还没有看到适合的吗？小芳张口，是呀，去过几家了，但是学历不一样呀，人家不收。晴儿无奈地说，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工作？周浩明这些天以来第一次来找晴儿，之前听说了他家里的事情，曾拿出点钱托小芳给晴儿拿去，可晴儿没有接受，硬生生地让小芳给送了回去。周浩明知道晴儿还是把他当外人来看待的，也不好再多说些什么。正好碰见小芳，就一起预约了晴儿出来聚，他好了解些情况。好几天没看到晴儿了，这次看到她明显的瘦了一圈。我想上房地产上班，哪怕从杂工做起也行，可是谁知道都要专业学历，我的专业也不一致呀。那我帮你找朋友看看，有没有能帮上的，那样好吗？会不会麻烦呀？晴儿虽说和周浩明还聊得来，可刚认识多久就来麻烦人家，
总是感觉不太好，所以也不好意思麻烦人家。再说，他想靠自己的能力。没事，我认识几个朋友，到时候问问。再说，我能不能帮上忙还不一定呢。他开玩笑着。好，今天我请客，你们想吃点什么？别客气哈，这点钱我还是有的。晴儿敞亮地说。一顿饭吃完，晴儿感觉肚子不好受，去了趟洗手间。她在里面就听着两位女人娇滴滴地说着：“你听说没有？齐氏集团正招人呢，听说身边正好缺一位秘书。你不是已经崇拜他好久了吗？要不是要去试一试？是说你自己呢吧？你不是已经盯着这块肥肉好久了吗？这么好的机会能在他身边当秘书，岂能错过？哈哈，齐振宇是我的白马王子，在电视上看他的第一眼，我就爱上他了，这辈子非他不嫁了。你看你那花痴样，要说长相嘛有一点，胸嘛够大，屁股嘛还行，就是不是知道床上功夫怎么样。等我把齐振宇拿下之后，我告诉你。哈哈，说着说着，两人扭着屁股走出了卫生间。夏晴儿摇了摇头，推开门走到洗手盆旁。两个不正经的女人，咦，才想起来刚才两个疯女人的对话。齐氏集团招人，齐氏集团不就是那天王叔叔说散发那篇报道的人吗？要不罢也不能。晴儿，怎么样？好点了吗？小芳见晴儿这么久没有出来，于是来找晴儿，正看见她在那愣神儿。没事，我想好我要上哪工作了。明天我去齐氏集团应聘，听说他们那正招人呢。明天等我的好消息。晴儿仿佛信心十足，一定会被应聘的样子说：“哇，齐氏集团呀，这不是这几天报道的吗？听说齐氏的总裁超帅啊。晴儿，你要进去了，别忘记领我见识下齐氏总裁究竟是怎么一位大帅哥。”小芳美滋滋地笑着。晴儿没有任何言语，她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一定要进入齐氏集团，只有靠近他们才能帮爸报仇。齐振宇的文案秘书正好赶上结婚休婚假，其他秘书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最近太忙，必须要招一位来分担工作。虽说齐振宇花天酒地，身边女友不断，但是从来不和秘书搞在一起，所以他的秘书都是深思熟虑，边边关卡才能进入的。然而这些天辞退了不下10位秘书，来的人要么就是准备当少奶奶的，要么就是来勾引的。昨天秘书小张招来一人，学历高，工作力极强，长得朴实，身材也一般，以为这位应该能成功，不会再惹些麻烦事了。谁知道刚进入办公室没5分钟就被齐总轰走了，据说满身浓厚的香水味，总裁说太刺鼻。这会总裁已下达命令，必须让他今天找到一位人，要不他就卷铺盖滚蛋。小张犯起了难，在翻阅着网上传来的简历。夏晴儿早上起来穿了套装简单的运动衣，把她迷人的身材全部武装了起来，扎起了马尾辫，没有丝毫的妆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拿着自己的简历往齐氏集团走去。小张，今天招聘什么时候开始？上午9点。好，你先看遍，下午我回来，把差不多的人简历给我拿来。齐振宇说完就往外面走，没等听小张的下句话。好，等齐振宇走后，小张擦了擦头上的汗，心里想着：老天保佑，今天千万别出差错了。夏晴儿到了齐氏门口，下了车，看着这栋20层的大厦，气质雄伟。楼顶上的4个明晃晃的大字映入眼帘，齐氏集团。他恨不得马上找出害他爸爸的凶手，但是他不能。他知道自己现在还没有能力，根本不能冲动。况且他还想继续把公司开起来，
必须要学到更多的经验。然而进入骑士是不一大好机会，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他必须要留在这里。晴儿进入大厅，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晴儿到候选室坐了下，看到些应聘者们一个个打扮得跟狐狸精一样，脸上厚厚的粉，红红的嘴唇，浓烈的香水味，不禁打了几个喷嚏，摇了摇头。接着听到有人喊351号、352号、353号，连着进去了10多个，没过1分钟的时候就都出来了。晴儿担心了，生怕自己过不去，足足等了1个多小时。就在他快睡着的时候，突然听到428号，有没有人到？晴儿跟着喊号女进入了屋子，里面一共有10位人，男的长得有些老成，女的长得倒还都蛮好看的。没想到应聘个秘书，居然这么劳师动众。请问夏小姐，我看你的简历上专业是音乐系，并非文秘，请问你有什么资格来应聘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只想说，并不是每个人出生起就能知道自己适应什么工作，很多东西往往都是表面的东西，需要自己慢慢的去发挥，但实际的内涵还需要自己慢慢领悟。会音乐的人懂得欣赏，自然心思就会细腻。正如咱们这家企业，一定不想找个办事认真负责的工作人员吧？我觉得我可以胜任文秘这一职。工作人员小张从头到尾看了一眼夏晴儿，从她的眼里仿佛透着一种顽强不屈的性格。看着她的衣着打扮，完全不像其他女人身上的那种招摇。走过身旁，也没有闻到任何香水味。也许总裁是需要这样的人。满意的笑了笑，夏小姐，请您等通知吧。夏晴儿礼貌性的转身走了出去，心里上下紧张，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样。齐振宇刚从外面回来，走进办公厅，看到桌旁的文件简历，随手打开，一片片的翻过，不停的摇头，按下内部电话，叫小张过来。这就是今天的应聘结果。齐振宇一愤怒，把文件扔到了小张身上。是的，总裁，您看下，有满意的吗？都是些什么东西？你就这么点工作能耐吗？小张困惑着。齐总，您都翻过了吗？我看里面有一位小姐不错，不知您看到没有？小张边说着边认真地翻着，像是找什么宝贝一样。找到了，齐总，您看看这位行不行？虽说专业不对口，但是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不像其他人。齐振宇一看这相片，这么眼熟，闭上眼搜索片刻，原来是她，那个丑女人，还真是个阴魂不散。既然我们这么有缘分，那就成全你。嘴角一抹邪恶的微笑，就她了，告诉她，明早7点到我办公室。7点？小张不解地问，公司正常上班是早上9点，怎么总裁叫他这么早？我要再重复一遍。齐振宇不耐烦地说。小张吓得二话没说，识相地退了出去。夏晴儿找工作整整累了1天，再加上到骑士应聘，胆战心惊。他从来没有见过这阵势，一位位犀利的眼神，当时自己已经吓得有些胆怯了。发挥的什么情况，自己也不清楚。好不容易回家里躺床就倒，闭上了眼睛，可是心里却是满满的心事儿。不一会儿，王美熙敲门进入房间，打断了晴儿思路。她给女儿拿了杯热牛奶，又顺便问了问今天进行的顺利吗？夏晴儿喝了口，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真希望能被录用，这样我就可以进入骑士了。一面学习，也能一面打听点什么消息来。夏母心疼地看着晴儿，老天爷是公平的，你父亲的事情早晚会讨回公道的，只要你平平安安、开心快乐就好，妈妈也就放心了。晴儿抱着母亲，
告诉妈妈我会好的，我们都会好的。您好，是夏小姐吗？请问您是哪位？您好，我是骑士集团的。经过下午我们讨论，夏小姐将被录用，请您明早7点准时到总裁办公室报到。好，好。夏晴儿激动地撂下电话，在床上滚了一个滚，完全没有注意到明天的时间问题，才想起来要她7点到公司，这么早。不会个个都这么卖命吧？算了，不想了，反正能进去，就是成功了一小步。我一定要把恒天集团重新建起来。夏晴儿到公司的时候，大厅内还没有前台接待，完全没有昨天来的时候人多，看样子应该是还没有到上班的时间。可是为什么要他来这么早呢？夏晴儿看到门口的保安，于是问了下总裁办公室怎么走。保安人员告诉他在19层楼。晴儿走到电梯门口，直达到19层楼走了出来。庞大的走廊空无一中，只能听见他静静的脚步声。夏晴儿东看看西看看，完全不知道该往那里走好，便顺着走廊前方走去。走到头的时候，看到了几个大字“总裁办公室”，在门上敲了几声，完全没有听到有人声。轻轻一推，门压根儿就没有上锁。他往里挪了一步，没有看到人。不一会，只听见屋子里传来碰撞的声音，接下来就听见好像是位女人的叫声，啊，啊的声音。雨，你快点，再快点，啊。未经人事的夏晴儿根本不知道是怎么情况，悄悄地往里屋望了望，于是看到2具赤裸的身体，他吓得啊一声，什么都明白了。齐振宇一回头，看见门口的女人手捂着双眼，他邪眉地笑了下，穿好衣服，我要工作，随手剩下一张支票。安琪在齐振宇身边已经1年多了，是唯一一位没有被换下来的女人。他知道齐振宇从不喜欢多问的女人，所以他从不去主动招她讨厌。有关他的花边新闻，也从不去闹。对于齐振宇的话，他都是唯唯诺诺。他知道，想要当真正的齐家太太，就必须得等齐振宇完全接受他。然而这1年的时间下来，她才是在齐振宇身边待着最长的女人，所以他认为一点点，她会完完全全的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安琪穿好衣服，雨，我先走了。想我给我电话亲了一口便离开了。齐振宇闷不出声，揉了揉太阳穴。本来昨天晚上是带着安琪出席林家的宴会，结束后硬被几个哥们拉去歌厅又喝一了通，结果喝得死醉，估计也是安琪把他带到公司来的。刚刚还没有到高潮他完全忘记了昨天吩咐让人事部给他叫秘书上班的事情。晴儿完全没想到会遇见这样的情景，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样应对，在门口低着头一动不动地站着。齐振宇走过来，伸出手抬起晴儿的下巴，仔细瞧了瞧。晴儿一看，感觉晴天霹雳，怎么是你？为什么不是我？你是谁？晴儿唐突地问道，以为自己走错了房间。我是谁？你不知道？太可笑了吧？难道你是齐总裁？晴儿试探地问。说吧，你到底有何目的？3番2次地出现这我面前，这回还要来当我的秘书。齐振宇一直认为夏晴儿不过也是像其他女人一样，想法设法来爬到他床上的女人，只是看着她的打扮就倒胃口，要胸没胸，要屁股没屁股的，连多看一眼都懒得看。晴儿一时间被问得不知道怎么回答好。难道他知道我是谁了？知道我来的目的？晴儿在心底怀疑着，故作坚定地说，我来这里，第一不知道您是这里的老板，第二，我是为了生活才来找工作，碰巧遇上你这个扫把星，第三，如果你对我有不满，我可以去别家公司
夏晴儿说完，转身就要走。齐振宇眼疾手快地抓住夏晴儿的手，一个转身，齐振宇把她压在了房间门板上，缓缓地、慢慢地靠近，面对面的，只在差5公分的地方停好下来。晴儿吓得连忙撇过头，静静地看了1分钟，说暧昧地说：“打断了我的好事，是不是要付出点代价？”晴儿虽然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在话里话外感觉到了有种不好的预感。但是她知道，她不能离开这里，一旦走了出去，就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了。她突然转过头来，瞪着2个明亮的大眼睛，就这么一直盯着齐振宇看。两人身体微小的空间，能感觉到彼此的呼吸，一次又一次地吹在彼此的脸上。齐振宇看着他那故意坚定的表情，突然哈哈地笑出了声，看着眼前这位不起眼的小女孩，没想到只见过3次面的，她脾气挺倔，骨子里总留也一种不服输的傲气。此时她太累了，没有心思和他继续玩下去了。由于昨晚喝酒的缘故，脑子还在不停地疼。而他手头还有重要的工作要忙，正好缺一位秘书帮他打理，也没有再跟他僵持下去。给我泡杯咖啡。齐振宇说完，就转身进入休息室，关上门，脱掉衣服，洗了个澡。见齐振宇走后，夏晴儿吓得喘了口气，拍了拍胸脯，脾气真是古怪。扫把星看着房间里整体黑色调的装修，还真是让人压抑。唯一透亮的就是那庞大的落地窗，远远望去，万里无云。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坚持就是省力。晴儿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自信。10分钟过后，齐振宇拿着毛巾擦着头就走了出来。晴儿煮好了咖啡放到桌子上，刚回头，啊的一声：“你怎么不穿衣服？这么快就管上我了？”齐振宇瞥了夏晴儿一眼，看着这位还没长熟的丑女人，总是想逗逗她，看着她不知错的样子，就是蛮好玩的。走过她身边，拿过桌子上的咖啡喝了起来。丑女人，桌子上的文件给我分好类，全部打印一份，半个小时之后给我拿来。齐振宇指了指桌子上乱糟一片的文件，请问嫂，齐总，我的在哪里办公？夏晴儿一时嘴快，刚未等候2字说出来，感觉改了称呼。齐振宇看了看手表，还没有到上班时间，人事处还没来人。扫过一眼，在前方的拐角处正好有个桌子，就让他先坐在那里办公。偌大的办公室里只有他们2个人。晴儿在忙着的时候，总感觉身后有双眼睛在盯着自己，回头转过去，却只又看到齐振宇在那低头看文件。晴儿安心地忙着自己手头上的工作。齐振宇瞧着夏晴儿的背影，对于齐振宇来说，凡是主动靠近他的人都是有目的的，所以对于夏晴儿也不例外。只是他还没有看出什么端倪。对于夏晴儿是说话敢顶撞他的女人，还是头一位，有太多的异样感觉，让他说不出。按理说，如果真的想留在他身边的，那就会处处讨好他。可夏晴儿说话的样子，加上身上的打扮，平得跟飞机场一样，完全不像勾引他的样子。还有这几次的接触，全完不是往常的推断，跟以往的女人确实不一样。可能他真的想多了。大约到了9点钟，夏晴儿都整理完了，递给齐振宇，给人事部打电话，10分钟过后开会。齐振宇吩咐着。过了一会，齐振宇和夏晴儿一起到会议室，坐在了旁边，拿笔认真地记着今天的记录。听着听着，感觉齐振宇嘴里说的内容，好像都是刚才他整理的文件里的提案。他顿里明白，原来他早已看好了文件，还来让他整理，不知道他用意何在，又来领自己开会，又或许是在测试他。瞥了一眼他，
而这一眼恰好都看在了齐振宇的眼里。会议结束以后，只见几个同事在那围着聊起来。哎，你们看见没有？刚刚和总裁一起进来的那个女的，就是总裁的新秘书呀。我看样子好像还没毕业呢，这长相也不怎么地呀，好像个春姑。总裁怎么就看上她了呢？我们几个哪个不比她强呀？说不定用的什么招数吃，没准呀，人家床上功夫比你们一流呢。几个女的在偷偷地笑着。晴儿听着这些不堪的话，十分怒气，走过跟前，刚要开口，就被一位女的拉住。严姐好，那些说三道四的女人顿时收了嘴里的话，都没事了是吧？几个女的识相的都走了，不用在意她们，天天没事闲的，整天在那做梦的，就是嫉妒你。你刚来，很多事情还不懂，不要冲动。妍妍安慰着夏晴儿说。妍妍初次看到夏晴儿，就感觉她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身上没有欲望，有意单纯，一种独特的魅力。夏晴儿后来才知道，妍妍比自己大3岁，是外地人，只身一人来是打工，在齐振宇身边做了3年秘书，从来不惹事端，也是唯一一位没有被清走的秘书。然而齐振宇非常信任他，身边的大大小小的事都由妍妍打理，自然在公司的地位也比人高一截。几天下来，晴儿工作上很多不懂的地方，妍妍各个方面都十分关照她，也多向解了齐振宇的脾气，自然也惹了公司员工不少红眼。所以妍妍是她在齐氏集团唯一一位好姐妹。晴儿，这个是齐总的今日日程，你安排下时间。好的。妍姐，晴儿这几天在这间屋子里跟齐振宇除了工作上的说了几句话，再也没有什么交集。而那天过后，齐振宇也再也没有找他的麻烦，对自己也是除了恩就是恩。晴儿想这样的挺好，他没事可以多看看文案，有关地产的报表，这样能尽快的学习，心里正美滋滋的。一步又一步的高跟鞋声音离门口越来越近，门顿时打开了。夏晴儿回头望去，只见一位陌生的女子走过办公桌，直接坐到了齐振宇的身上，丰满的胸若有若无的往齐振宇的身上贴，小手不安分的乱摸。宇，这几天都给人家打电话，人家想你了。那妖艳的女人说着。凤玲，你身上的香水味太重了。齐振宇边说着边把手往那女的胸那摸去。晴儿睁大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这男的还真，虽说撞过一次这样的事情，但是还是受不了。晴儿打开门就要走的那一刹那，谁让你走了？齐振宇喊着。凤玲压根就没注意到，原来屋子还有一位女的，刚回过头来看到了夏晴儿，穿着朴素，对自己也没危险，没再理会，整理整理衣服。我想继续做你的工作去。齐振宇说完，一把抱过凤玲，往里屋的休息室走去。只听见里屋噼里啪啦的声音，那位称叫凤玲的女人嘴里不停地发出那诱惑的声音，一阵又一阵。啊啊啊！夏晴儿用手捂着自己的耳朵。这几天她看了有关齐振宇的新闻，虽说知道他有夜生活，身边美女如趣，但是从没想到居然大白天在办公室里也能干出这种事情。至于这位凤玲小姐，应该就是报纸上报的齐振宇的新欢吧，据说是林氏集团的千金，两人在一场酒会认识的。半个小时过后，齐振宇走了出来，当夏晴儿空气一样，拿起手机订了家餐厅。凤玲，你回家收拾下，晚上到和美餐厅见。齐振宇朝里屋说着。齐振宇再次看到夏晴儿的时候，发现她正用手捂手耳朵，上前把她抓了起来，一不小心挨到了齐振宇的怀里。对于夏晴儿这娇小的身材，
面对高大的齐振宇来说，就像是一个娇小的孩子。这暧昧的姿势，夏晴儿的脸瞬间红了起来。看着齐振宇不悦的表情，两条修长的浓眉紧皱在一起，就这样静静地盯着夏晴儿瞧。屋子里的冷气是一时吹过，齐振宇又闻到了这股淡淡的幽香。他轻轻地缓下头一闻，原来是夏晴儿身上的味道。夏晴儿吓坏了，手放在齐振宇的胸前用力推开时，谁知齐振宇把他圈在怀里，力气过大，他根本推不动他，便张口：“齐总，请你放开我。”夏晴儿粉嫩的小嘴在舞动着，上面仿佛有一层层浅浅的透明的小星星，诱惑着人想品尝一口。夏晴儿慌忙地推着齐振宇，可齐振宇就是不放手，两人不断地挣扎着。齐振宇猛地一低头，含住了夏晴儿的嘴，舌头也直呛入室，在寻找着与另一小舌头缠绵。晴儿人事未惊，这突如其来的吻惊住了，脑袋里一片空白，身子软软的，全身靠在了这宽大的臂膀里。齐振宇没有想到，这小丫头的味道居然这么甜，她生涩的感觉居然这么招他入迷。刚刚消灭的情欲瞬间被点燃，下身也有了明显的反应，手开始不停地在她身上游走，手一点点的就要解开夏晴儿的衣服。晴儿触电般的感觉顿时清醒了，只听见啪的一声，双手使劲推开了齐振宇，慌忙地跑了出去。齐振宇此时脸上火辣辣的热，他居然敢打他！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不知道有多少女人想尽办法进入他怀里，这是他的荣幸，居然不享受，还打他！这个该死的女人！晴儿跑到卫生间里，被吓得哭了起来。这是她的初吻，是想留给自己心爱的人的，没想到被这个扫把星给夺走了。静静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停地有用手插自己的嘴唇，他觉得好恶心。接下来怎么办？刚刚打了他，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怎么办？自己不停地嘟囔着。夏晴儿想着想着，决定辞职，离这个恶魔远远的。刚走出10几步就停住了。就这样走了，那爸爸公司怎么办？什么时候才能替爸爸报仇啊？夏晴儿痛苦着，理智性的又转身回到了那间屋子。齐振宇坐在沙发上，似乎在等这个女人。夏晴儿一进屋，齐振宇就恶狠狠地瞪着她。晴儿知道他一定是因为刚才那一巴掌生气的，走到他身边：“对不起，刚打你是我不对。”晴儿心不甘情不愿地说着。齐振宇没有想到这小丫头会道歉，紧接着又说：“齐总，我的工作是秘书，不是你的女伴。我想您身边也不缺女的，对于我这样的应该不是你的菜，所以以后请您自重。”夏晴儿没想到这么一说话，却又惹恼了齐振宇。齐振宇一起身，把夏晴儿按到了沙发上。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过话，你3番5次的来挑战我的忍耐性，这是给你惩罚。说完，又一次的堵上了夏晴儿的嘴。晴儿狂乱的打着，齐振宇根本不给他机会逃跑，就这样的又一次的堵住了他的嘴巴。可能是他身上这股淡淡的香气，冰冰凉凉的，让他难以自控。而身下的女人似乎出自一种本能，就是不张嘴。这时桌上的电话响起，齐振宇邹美起身去拿电话，晴儿赶紧起来离开他。这一天发生的事情让晴儿感觉越来越害怕。虽说齐振宇长得是英俊、潇洒、完美的几乎无懈可击，可是他就像恶魔一样，总是处处欺负他。还好现在下班了，赶快离开这个地方，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一曲优美的铃声响起，晴儿，下班了吗？刚下班，正往家走呢。晚上有空吗？想请你吃个饭，正好有事想和你说。
嗯，行，今晚正好有时间，你在哪里？我去找你吧。好，我一会把地址给你发过去。周浩明约晴儿来到餐厅，两人坐了下来。晴儿，看看有没有什么想吃的。周浩明把菜单放到晴儿面前，我吃什么都行，你点吧。那好，听说这家牛排不错，怎么样？你喜欢吃吗？行，那就牛排吧。好久没吃了。周浩明叫了服务员，点了2份牛排，又点了杯红酒。知道晴儿不能喝酒，给她点了杯果汁。怎么样？新工作还习惯吗？员工好相处吗？之前听说你找到工作了，酒吧忙着，一时间还没来得及问你呢。还行，毕竟我的专业不一致的，大公司嘛，很多事情都要学习。公司同事也都挺照顾我的，还习惯的。晴儿说着，我听说骑士总裁很冷血，你做事小心点，凡事多长个心眼。周浩明担心的道：“放心吧，没事的。”晴儿知道周浩明是关心他。对了，浩明，你不是说有事吗？晴儿边吃边抬头看着他，这一看，看得周浩明不好意思了，瞬间不知道怎么开口。晴儿，我说了2声没有说出来，你怎么了？我喜欢你，想让你当我的女朋友，让我来保护你，照顾你。周浩明一口气说完，喝了杯红酒。夏晴儿知道，自从他到骑士集团工作以来，他这段时间天天早出晚归，都没有空好好的陪过妈妈。据祥嫂说，周浩明没事的时候就会来家里帮着干点活，没事陪夫人聊聊天，说夫人天天心情好好了。周浩明还会做一手好菜，有一天中午在家里给他们还露了一手，妈妈都说好吃。这几天就想着有时间得请他好好吃顿饭，要当面谢谢他帮他这么多。可没想到今天他约自己来，居然说上这么一事。晴儿上学里有不少男生向她表白过，可是晴儿都没有动心过，压根都不来电。可对于周浩明来说，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反正他现在不想谈感情的问题，一心在事业上。晴儿伸手挡住杯子，浩明，今天本来是想感想你的，这么段时间以来，你帮了我这么多，还有在我家里的事，我都知道了。可是对于感情的事，对不起，我想我现在还不能接受，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完。先不想谈论儿女私情的事，我知道你很优秀，对我好，照顾我妈，我很感激你。可是我现在只把你当作哥哥一样看待。晴儿低着头说，周浩明可能在说之前就知道是什么结果了，笑了笑，诚恳地说：“晴儿，没事，我等你，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只要你需要我。”晴儿听完，感动地流下了眼泪。自从爸爸走了以后，自己的身上就承担了好多压抑。为了能让妈妈好好生活，为了能让公司早日恢复，自己肩起了巨大的责任。今天又被齐振宇那样欺负，一时间想想，眼泪就不自觉地掉了下来。周浩明见状，赶紧拿起纸巾给晴儿擦着，哄着：“好了，不哭了，我不说了。”晴儿感到不好意思的，忙着擦了下泪水，抬起头朝着周浩明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刚好这角度，就像是一对热恋的男女，幸福的让人羡慕。然而这一切恰巧都被刚和凤玲吃完饭的齐振宇看到，阴冷的脸上明显的不悦。又是这个男人，他记得上次在酒吧的时候，也是这个男人下午刚和他在一起，装着清纯的样子，这会功夫就来找这个男人了。两人还在那卿卿我我的样子，到底什么关系？齐振宇推开门，大步走了出去，告诉凤玲：“你自己回家，我有事要回公司。”齐振宇打开车门，上了车后，愤怒地关上车门，不知是哪里来了这么大的火气，
总之看到他在和别的男人那么亲近的样子，心里就有股闷气。打开电话，一时间又不知道要输入什么。想了想，虽然这几天同在一个办公室相处，但是他们俩之间似乎没什么交集，也就今天他的行人举止才引起自己的注意，哪里有什么电话可言呢？于是电话转到公司人事部，那个新来的秘书叫什么接电话的人被问得一头懵。齐振宇不耐烦地又换了个口气说：“刚应聘来不久的那个人，也就是我办公室秘书，把他的名字和电话马上查出来发给我。”接电话的人撂下电话后，赶快搜索人事档案，然后记录了下来，给总裁发了过去。心里奈奈的奇怪，上班这么久了，总裁都不知道天天坐在自己身边的秘书姓名。看来这位秘书还真是不起眼呀，可怜的人呀。夏晴儿，你是哪位？夏晴儿听着电话里的一头冷冰冰的声音叫着自己的名字。我是谁？这么快就忘记了吗？晴儿感觉声音似乎有些熟悉，但一时又有些想不起来，于是在脑海中停格几秒，想了一下，啊，总裁，站了起来叫道。晴儿感觉惊讶，他怎么会给自己打电话更多有些惊慌失措。限你30分钟时间，马上来公司。总裁，现在已经是下班的时间了，你敢违抗我的命令？两头久久的不说话，30分钟立刻过来。齐振宇说完挂掉了电话。晴儿纳闷，他到底想要干嘛？周浩明看到晴儿呆呆的表情，问：怎么了，晴儿？没事，公司打电话让回去加班，我得先回去了。晴儿慢声地说着。哦，那我开车送你过去吧，你在门口等我，我去开车。好，两人开车走了。齐振宇站在办公室窗前，双手背后，看着车前的两个人依依不舍的样子，冷冷的一笑。晴儿，早点回去，要是有事给我打电话。周浩明关心地说。知道了，你开车小心点。晴儿看着车开远了，转身进了公司大门，按下电梯，上了19层楼。扣一阵敲门声，齐振宇坐在桌子上。进来，晴儿打开门就看到齐振宇冷冷的目光，没有任何表情地看着他。齐总，您找我来有什么事情？晴儿问完，齐振宇并没有开口说话，就这样直勾勾地看着他。晴儿被这犀利的眼神吓得有点不知所措，感觉全身都不自在，于是又叫了声：齐总，晚上有个宴会，跟我一起出席，去收拾下。说完，转身回到休息室里。哦，晴儿回了声，在桌子上拿了个本子和笔，放到了自己的包里，就在那等着齐振宇。齐振宇出来的时候，就看晴儿那一副呆呆的表情在那里站着。怎么还不收拾？东西我都拿了，还要收拾什么？晴儿疑惑地问。齐振宇皱着眉头，仔细凝视着夏晴儿的打扮，简单的 T 恤衫和牛仔裤，一双平底拉带帆布鞋，脸上丝毫没有任何的妆容。你就打算这身去？晴儿这时才反应过来，齐总刚刚说的是宴会，既然要参加宴会，应该是要穿晚礼服的。他明白了齐振宇话里的意思了，于是看了看自己便说：我不知道要参加，提前没有准备。那我现在回家换件衣服，你把地址发给我，我换完直接过去。说完就要走，齐振宇抓过夏晴儿的手就往外走，没好气地说着：丑女人。晴儿要挣脱齐振宇的手，可他的手力度好大，死死地抓着自己不放，自己根本挣不开。再加上那修长的腿，一步一步地走着，晴儿想要跟上，必须得有小跑的步调。就这样被齐振宇拖到了副驾驶的座位上，自己刚走到另一旁，打开车门坐了上来，转身靠近夏晴儿，吓得他感觉捂住嘴巴。
齐振宇看着夏晴儿的动作，似乎很不悦，拿起旁边的安全带给她戴好了，自己则开起来。齐振宇的心乱了，不知道为什么，看见眼前这位倔强的小女孩抗拒自己的时候，心里就会非常的生气。尤其在窗外看到她和别的男人笑，他就心里堵着慌。本来今晚的宴会已经取消了，但是就不想他和别的男人距离那么近，于是找了个借口把他给叫到自己身边来。车速越来越快，不停地在行驶着。晴儿害怕地死死地抓着把手，手捂着胸口，感觉像要喘不过气来，紧紧地皱着眉。齐振宇见状，慢慢地减缓了车速，到了一家叫 CBD 的商场停下，叫了夏晴儿下车。走进商场，所有员工都站成一排，叫齐总好。夏晴儿来到齐氏工作，早已打听好了，齐氏资产过亿，投资过一栋名牌商城，看着这阵势，应该就是这家商场没错。你们快看呀，是齐总裁呀，好帅呀！你看他嘴唇好性感呀，哇，他的身材好好呀，太性感了，多金，帅气，还有迷人的眼睛。后面的那个是他家佣人吗？我看我明天辞职好了，也去齐总身边当个女佣，这样就可以天天看到他了。跟在齐振宇身后走了一路，就听见这些女售货员叽叽喳喳的没完，一个个都是花痴，都被这个恶魔的假象所迷惑。晴儿还听说什么她是女佣，气死她了。怎么说她曾经也是位千金小姐，只是现在穿戴不同吗？真没想到现在的自己居然和以前差距会有这么大。晴儿边走边嘟囔着，没注意前面停下来的齐振宇，直直地往前撞了上去，好痛！晴儿摸着自己酸溜溜的鼻子，快要流泪地说：“你停下来，不会吱个声呀？看来今天他真是来跟他作对的，给他找件合适他的礼服，从头到脚换下。”20分钟时间，齐振宇威严地说着：“是。”总裁晴儿就这样被2名女售货员拉到了里屋。时间在一秒秒的过去，齐振宇就这样一坐在椅子上，不耐烦地翻阅着报纸。时间一到，就听见他在那大喊：“时间到了，再没好，明天就你们就都消失。”好了，好了。售货员把夏晴儿拉了出来。这么慢？齐振宇转头时说着，顿时愣住了。夏晴儿脸上淡淡的粉，明亮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一闪一闪的，嘴上涂着浅粉色的唇彩，若有似无的舞动着，穿着一套淡紫色的裙子，上面有星星点点的珠光图案，底胸的设计也恰好露出了她丰满的胸部，长长的头发卷成了大波浪，垂放在胸前，简直是人间极美的诱惑。再看那雪白的肌肤，腰间还用一层金丝系成一个大大的蝴蝶结，展现出了她完美的腰身，同时也露出了她那修长的腿，脚上穿着12公分的高跟儿鞋，显着体态修长，婀娜多姿。这绝美的气质足以勾人魂魄。齐振宇一时间看傻了，没想到夏晴儿不像其他女人一样的浓妆艳抹，却具有着这种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天生丽质。他第一次这么认真地看一位女人。齐总，夏小姐的长得真是太漂亮了，这款是今天新上市的唯一一款小码紧身系列，今天好多顾客都穿不出像夏小姐这种气质的。售货员不停地夸赞着。夏晴儿被齐振宇这么直勾勾地看着，浑身上下都不得劲。虽说以前夏晴儿是位千金小姐，家里也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夏晴儿一直都在美国念书，从来也没和父亲参加过什么宴会，自己也从没穿过这么暴露的衣服，尤其低头看着自己的胸，简直就要露出来了。她不停地用手遮挡着自己的胸部，转身说着：“我想这件衣服不适合我，我去换下来。”
齐振宇眼疾手快地上前2步，抓住了夏晴儿，搂在怀里，坏坏的一笑。没想到你身材这么美好，很漂亮。夏晴儿脸一下子红了起来，看齐振宇这突如其来起来的微笑看进了眼里，才发现他确实好帅，难怪那么女人都喜欢他，连他笑起来的样子都那么迷人。齐振宇抓着他的手，这一次没有上次的力道，柔柔的，暖暖的。他弱小的手就这样被他的大掌圈在了里面，突然停在了一家卖珠宝的专柜前停下，把今年的最新款拿来。卖珠宝的小姐立刻回头拿来一款镶嵌的水晶项链，上面有一颗大蓝色钻石坠链，看上去非常的精致。晴儿看了看上面的标价，480万，对于他现在来说好大的天价。齐振宇拿过项链看了看，转身凑上夏晴儿身边，一股男士的古龙香水味飘进晴儿的鼻子里，一双大手碰触到了晴儿的脖颈，冰凉的感觉使他敏感地动了下。齐振宇丝毫没有给他闪躲的机会，拿起两边的头发放到一边，亲手给他戴在了脖子上，看了看，没有言语的就牵着他的手就走了。齐振宇和晴儿坐进了车里，便开动了车，把空调打开，调成了暖气。晴儿看了看齐振宇的侧脸，回想起刚刚发生的所有，却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尤其现在气氛也不一样。甩了甩头，心里想着自己暴露的打扮，还有这脖子的项链，总是感觉不舒服。堂堂的大总裁一定是怕我给他丢人的，才给我弄成这个模样。哼，反正就是参加个宴会，一会结束后就得赶紧离这个恶魔远远的。怎么，是不是感觉我很帅，喜欢上我了？齐振宇感觉到了夏晴儿的目光一直盯着自己不动，便转头看着他，坏坏地笑着说：喜欢谁也不会喜欢上你这个恶魔，自恋。夏晴儿瞥了他一眼，狠狠地说。齐振宇没有继续看他，恢复起以往的冷峻，回想起他刚才动人的模样，再想想他平时穿着宽松的衣服，完全把自己的身材隐藏了起来。没想到经过这稍微的一打扮，居然这小妮子还有几分姿色。飞机场也变成了山包，车子在一家酒店门前缓缓地停下来，齐振宇自己先走下了车。晴儿见状，自己也推开车门走了出来。齐振宇手插裤兜，臂弯撑起一个大大的空，看着他示意着，让夏晴儿的手臂挎着他。晴儿想了下，既然今晚他叫自己来是为了工作，那也没什么，给他一个面子，轻轻地把手放到了齐振宇的胳膊上。齐大少，怎么这么久才来？这几天怎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哥几们几个叫你也不出来。刚一进门，远远的就听见有个男子洪亮的嗓音说着：最近工作忙。齐振宇简单的一句话，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工作忙？不会吧？男子眼睛一扫，看到了夏晴儿，一双眼睛直眨着，接着又说：齐总这是在哪里淘到的宝呀？口味变了呀，这位清纯的美女小姐可比安琪漂亮多了。齐总身边总是有这么多的佳丽，什么时候玩够了让哥们一个呀？王海滨到晴儿旁边边说着边抛了个媚眼，晴儿觉得好恶心。我的秘书齐振宇冷着一张脸说着：哦，原来齐总金屋藏娇了呀。王海滨识相地笑了笑，同时不少人见齐振宇到来，都走了过来。这个不是齐少吗？好久不见，齐少身边的这位女伴好漂亮，齐总裁真是越来越有魅力了。齐少最近听说接了不少大案子呀，圈内的人都是羡慕、嫉妒、恨呀。哪天给哥们传授点经验，让我们也发一发，多多少少的人都朝这个方向走过来，看过来。
夏晴儿眼看着这些人不停地巴结着齐振宇，虚伪地恭维着，也都互相聊着工作上的事情，感觉对于这种场合总有些不自在。东望望西望望，瞬间脚上的疼痛感从身袭来，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上的高跟鞋，心里在不停地埋怨着齐振宇，转头看着他聊得畅欢，于是轻轻地放开了齐振宇，在大厅门口的椅子旁走去，坐了下来，想要把鞋子脱下来，让脚松快下。刚一低头，就听到某些名媛的对话：“你们看见没？齐总裁今天的女伴不是安琪呀？我看见了，跟齐大少手挽着一起进来的呢。长相嘛，还有几分姿色呢。哼，一定是齐总裁把她玩腻了，这回换了新欢了。你们看吧。”明天头版新闻一定能把安琪气炸，看她那高傲的样子就恶心一个长相很胖的女人。说着，眼光往旁后面一看，顿里闭住了嘴巴。安琪拿着红酒，朝着这边的方向走了过来。晴儿初次见到安琪的时候，还是那次第一天上公司里误闯进来时尴尬的情景。安琪儿穿着一身红色的长裙子，显得更加妩媚成熟。而这一次和上次不同，她真切地看到了安琪，她确实美得像天仙，足以让人痴迷。越走越近，晴儿感觉这目光在一点点地朝自己袭来。“您好，我是安琪。”安琪微笑地伸出手。“您好，我是夏晴儿。晚上振宇打电话给我，要我出席参加宴会，结果当时不太舒服，就让他先找人代替我一下。我这也刚到这，听说振宇带着秘书来的，所以我过来看看，顺便谢谢你。”安琪今天白天本来是打电话给齐振宇要他来宴会的，结果他说有事，今晚来不了。没想到在远远的一处就看到他带着这位气质非凡人的出来，当场就成了焦点。他气不过，准备来见识见识到底是哪家的千金，来勾引他。反正不管是何人，也威胁不了他。安琪叫齐振宇的名字时显得极其暧昧，在夏晴儿面前就像宣示主权一样。“安小姐言重了，我是齐总的秘书。”他吩咐，“我只是来工作罢了。”夏晴儿笑了笑：“哦，原来这样啊，你是新来的秘书吧？我怎么没见过你呀？”“我们应该见过一次了。”“哦，是吗？真是想不起来了。呵呵，那次在办公室里，你和齐总，我正好第一次上班。”晴儿没好意思继续说下去。安琪听完夏晴儿这样说，心里看样子有了底，还算是识趣，拿起酒：“哦，原来这样子哦，真是不好意思了，那我心失陪了。雨还在等我。”晴儿看着安琪朝齐振宇的方向走着，刚和安琪接触完，感觉还没有像其他人说的那样挺亲切的，走到前面桌子旁，拿了杯果汁喝了喝。这时来一位公子走过来，不知能否有幸与这位漂亮的小姐跳支舞呢？安琪看着他色眯眯的眼睛，简单回了句抱歉，我不会，便转过头去，恰好撞上了齐振宇的深眸。晴儿看着安琪跟齐振宇在一起，还真的是男才女貌，挺般配的。既然安琪来了，应该也不需要他了。转身就要朝外面走去，脚一不小心崴了一下，手本想撑住旁边的桌子，可没想到脚吃痛的站不稳，一下倒地，满桌子的酒水瞬间噼里啪啦地掉到自己满身，顿时自己成为了本酒店的焦点人物。耳边叽叽喳喳，有不少人在窃窃私语。晴儿的脚吃痛地动着，看着自己浑身的酒水，知道大家都在等着看笑话。晴儿一急，双手撑地要起来，谁知满里都是玻璃碎片，啊的一声，血流了出来。齐振宇刚迈出一步，就停了下来。“小姐，需要帮忙吗？”一阵好听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眼前又出现了一个灰色的手帕。“谢谢。”晴儿想了想，说了句：“
拿过手帕，再把身上的酒水大概擦了擦。男子蹲下身来，扶起夏晴儿，拉着她的胳膊，慢慢的，一瘸一拐地往外走了出去。谢谢你，不用客气，能为这位美丽的小姐效劳，是我的荣幸。我叫林鹤飞。他开玩笑地说着，呵呵，我叫夏晴儿，我现在都成落汤鸡了。晴儿难堪地说，你的手在流血，我带你上医院包扎下吧。太麻烦你了。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没事，顺路的事。我车就停止旁边，等我一下说完，林鹤飞就朝车场走去，不一会就把车开了过来，下车给晴儿打开了副驾驶。晴儿刚要关门，就被一只手给挡住，然后身子就被拉了出去。夏秘书，你还没有下班，没有经过我的允许，难道要私自离开吗？齐振宇铁青着一张脸，似笑非笑地说着，没想到这个小女人竟然敢跟自己连认识1分钟都不到的人就走，还坐上了他的车。齐总，我现在这身衣服都湿透了，我想回去换下，正好安小姐也来了，我想应该不需要我了吧？晴儿句句属实地说着，可万万没想到，自己刚说的这几句话，惹着齐振宇更加生气。你是我的员工，宴会还没结束，不许走。边说着边狠狠地扯着夏晴儿的手，根本没有注意她受伤的手在流血。齐总的火气真不小啊！林鹤飞下了车，原来是林少，你和这位夏小姐是不是有误会？她是我公司的员工，整天想着逃班，刚才给林少添麻烦了。说完，转身就扯着夏晴儿往屋子走，没有再给林鹤飞说话的机会。这不是刚才被林总救走的女孩吗？还真是有本事呀！一会齐总，一会林总，你们说她是怎么勾搭上的呢？大家猜猜，这是不是和安琪示威呢？哎呀，浑身脏死了！明天有看点呢。在门口站了一会，大家都在议论着夏晴儿，背地里说着她。面对这样的情景，被人错骂，晴儿还是第一次经历，想转身掉头走，齐振宇就是不放手，紧紧地抓着她。你弄痛我了。夏晴儿眼睛瞪瞪地看着他，她感觉齐振宇这是在狠狠地侮辱她，让她成为被人嘲笑的对象。看着大家指指点点的样子，晴儿终于承受不了，使劲地甩开齐振宇，往外跑了出去，脚上的伤还剧烈地疼痛着。晴儿就那样一瘸一步地跑，咔的一声，眼前一亮光，一辆汽车缓缓地开过来。晴儿直直地看着前方，眼前的亮光刺得自己睁不开眼睛，仿佛马上就要见到爸爸了。晴儿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去寻找那熟悉的身影。你不要命了！齐振宇在千钧一发的时刻，狠狠地抓着了夏晴儿的手，两个人一起倒在了路边的马路上。齐振宇没有想到，刚才看着晴儿挣脱自己跑出去的时候，自己也控制不住的随着步伐走了出去。在看到他连命都不想要的时候，他的心猛地像丢了一样什么东西似的，而第一反应就是拉住他，放开我！晴儿挣脱齐振宇的怀抱，脚上痛，手上痛，感觉浑身都痛，根本让他无法起身，边哭边喊着，就这么想离开我的视线。齐振宇望着他，对，我讨厌你，超级讨厌你，你为什么要这样的对我？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这么多人面前让我难堪，捉弄我，你很满意吗？晴儿放声地哭着，把自己所有的委屈都喊了出来，手上的伤口被刚刚那一摔倒伤得更加严重了，不停地滴着血。齐振宇看着受伤的晴儿，没有再说话，起身把衣服脱了下来披在晴儿身上，就抱起夏晴儿往车里走去。晴儿使劲地捶打他，骂他，而齐振宇一声不出地任着他打，把他放到车里。晴儿急忙打开车门要出去，齐振宇一把把他按住，扣上安全带，
开起了车，任晴儿在车里叫着、喊着，齐振宇都丝毫不出声。晴儿不停地哭着。不一会儿，车子在医院门口停了下来。齐振宇绕过车门，就要抱着她往医院走去。晴儿见状便痛哭了起来，使出全身的力气，就不下车。我不上医院，不上医院，听话。把伤口包扎下，齐振宇宠溺地说着。可晴儿就是不听，任他怎么劝说，就是不动地方。我不去，不去，齐振宇，我求求你，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听你的要，求你别带我上医院。夏晴儿抓着齐振宇，哭着一双红红的眼睛，不停地求着他。齐振宇看着他红肿的眼睛，心里竟然有了心疼。见他这么抗拒医院，没有办法，无奈地转身回到了车上。晴儿见车子开了起来，终于得了解脱，身体感觉沉沉的，甚至忘记了疼痛，靠在座椅上睡了过去。齐振宇看着晴儿那张漂亮的脸蛋，丝毫没有被身上的狼狈受到任何影响，脸上时而带出痛苦的表情，嘴上像是不停着说着什么，眼角还残留着泪水，有着让人忍不住想保护的欲望。看着他身上还在流血，齐振宇加快油门，一路飞车，开往自己的私人住宅。他已经有近3个月的时间没有回来了。故事未完待续，请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将持续更新，点赞越多，更新越快。完整版可关注频道播客。我们下期视频再见。